这次我们拆解和测试鼓励的 TT Max， 顺便对比一下 TT Max 和 TT Pro 的差异。TT Max 的型号是 NS69，TT Pro 的型号是 NS68， 它们分别有2个配色，但是在外观上几乎一样。我不得不说一下它的几个特点。它的这对摇杆是 TMR 摇杆，摇杆帽的上面有防滑条纹。摇杆的线位是在内部，摇杆帽是不会擦到外框的，所以手感也比较顺滑。在3%的范围内可以做到比较稳定的精细移动。摇杆帽的下面有力度调节的螺帽，可以在720度，也就是2圈的范围内无极调节力度。如果你分不清力度调节的方向，你可以看一下螺帽上面的方向标识。它的振动马达不是常见的那种转子马达，是鼓励自研自产的一种能往复运动的振动马达，而且可以改变力度，还有振动的模式。我在开箱的时候发现 TT Max 和 TT Pro 都贴心的搭配了收纳盒，而且这个收纳盒在闭合的状态下是可以给手柄充电的。不仅如此，收纳盒的正面还雕刻了操作图，简单明了地描述了特殊功能的设置组合键。除了收纳盒，还有一个配件盒，里面有一副 ABXY 的反向键帽，还有4个金属备件的拨杆，以及摇杆力度调节的扳手，还有拔出键帽的镊子。然后是闪联2的多功能接收器，还有 A 转 C 的 USB 线。对于 TT Max 还多了一套2种高度的摇杆帽。机身自带的这个摇杆帽长度是4毫米，另外2个摇杆帽长度是8毫米和11毫米。可能你还不知道，在收纳盒的底部还隐藏了一副十字键的键帽。双层的十字键和碟形的十字键不能说谁更好用，重点是你更习惯哪一种十字键。十字键的接口是有防偏转设计的，手柄这一端有一个凸起，在键帽这一端有对应的凹槽，除非强行破坏，否则十字键是不可能偏转的。ABXY 按键是分布在不同平面、不同高度的4个按钮。想要交换 ABXY 的物理位置，只能更换另一套键帽。键帽的接口和十字键一样，有防偏转的设计。手汗比较大的小伙伴有福了，手柄背面的握把是有防滑钉的，可以提供足够大的摩擦力。而且两边的扳机键也有防滑钉，在线性工作的时候也是不容易打滑的。但是手柄正面的握把就比较光滑，反而能给大拇指的移动减小阻力。手柄的顶部没有什么特殊的设计，就只有2组指示灯和2个功能按键，还有 USB 的 C 口。手柄的背面比较光滑平坦，只有扳机的点动和线性的切换拨杆，还有4个备件。备件的拆装不需要工具，只是依靠弹性卡扣固定，徒手就能够安装。手柄的正面除了游戏操作的按钮，还多出了4个功能按钮，这个后面还会讲到。TT Max 和 TT Pro 看起来很相似，那它们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来，我们把 TT Max 和 TT Pro 的说明书放在一起，看看它们的差别。它们的按键布局还有功能是相同的，从外观上很难区分，但是 TT Max 会有更进阶的功能。Max 和 Pro 有4种配色，而且是不重复的。
Max 的是超润色和黑色 ，Pro 的是 GB 色还有黑绿色。对于摇杆的校准，它们俩都是支持的，而且操作的方法是相同的。对于 PC 体感陀螺仪的校准，只有 Max 支持这个功能。把它们与 PC、安卓、iOS、macOS 进行配对，两个型号的方法是相同的，还有跟 Switch 配对也是相同的。学习键，两个型号都有，但是有差别。这个学习键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键使用。这是鼓励的专利 ，Max 能录制10分钟 ，Pro 只能录制10秒钟。除了后面的4个备键，所有的游戏动作按键都能录制，而且选择键、开始键还有摇杆的动作也能够录制。如果录制了摇杆的动作，在播放的时候去使用摇杆，实时动作会替换录制的那个动作。后面的4个备键可以单独映射一个按键，包括选择键、开始键、Home 键、ABXY 键、LR 键、ZL 和 ZR 的点动模式。不仅如此，还有2个摇杆的下压按键也可以录制。不过方向键只能够映射单独的上下左右，不能够映射左上左下、右上右下这样的组合键。4个备键除了映射，还能够支持学习功能，但是这只有 TT Max 支持。值得注意的是，4个备键都能独立的录制30秒，也就是说，你可以录制4套独立的大招。每个备键能录制的范围跟学习键是一样的。4个备键加上1个学习键，总共能够录制5套独立的大招。你就说这个功能爽不爽吧？扳机锁的设置方法2个型号是一样的，这没有什么好说的。经过我的测试，线性方式的上段和下段大概有2毫米的死区。TT Max 还有 TT Pro 它们的特殊功能设置是相同的，不过在功能上会有一些差别。这个组合键是清除所有的设置，也就是恢复出厂设置，它们2个是一样的。摇杆的死区模式选择有3种，2个型号的操作也是一样的。第一种是默认的无死区模式，在 3% 的范围内观察，2个摇杆都是可以线性移动的。我们顺便看看它的画原错误率，2个摇杆都只有 3.9% 的画原错误率。第二种是有死区模式，死区的范围大概是 15%。第三种是防回弹模式，死区的范围大概也是 15%。连发的设置有2种模式，一种是普通连发，另一种是自动连发，2个型号的设置方法是相同的。你可以对 ABXY 还有 R 和 ZR 设置连发功能。现在你看到的是自动连发的效果。ABXY 按键可以在软件上互换键值，但是只有 Max 支持这个功能。不过 Pro 还有 Max 它们都可以更换键帽来改变 ABXY 按键的物理位置。振动力度的调节，2个型号都有3种力度可以调整，这个很难用语言去描述，所以你最好自己亲自去感受一下。振动模式，2个型号同样也有3种可以调整。我录到了一些振动的声音，但是最终还是得自己用手去感受它们的区别。摇杆灵敏度的调节只有 Max 支持，总共有3个档位。第一档是默认值100%，也就是输入多少，输出就是多少。第二档是150%，起到了一定的放大作用，也就是1半的打感量，有打满的效果。第三档是50%，起到了一定的缩小作用，也就是感量打满了，但只有1半的效果。这个是十字键的4项模式，同样也是只有 Max 支持，Pro
只有8项模式。8项模式实际上就是允许了2个方向同时按下，形成了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的组合键。当你切换到了4项模式以后，就是静止了组合键，只有独立输出上下左右4个方向。PC 体感辅助瞄准也还是 Max 的专有功能。你可以借助手柄里的陀螺仪去操纵摇杆来实现瞄准。总共有3种灵敏度，现在你看到的是最低的灵敏度。这个是星环灯的效果设置，2个型号都是支持的，总共有4种模式。第一种是默认常亮模式，第2种是摇杆流光模式，第3种是炫彩流光模式，第4种是扳机流光模式。如果你不想看见它，也还能够设置成灯光关闭模式。最后这个功能是 TT Max 还有 TT Pro 通过学习键录制到的操作文件，你可以通过电脑连接读取，并且分享给别人。反过来，你也可以获取别人的操作文件，安装在自己的手柄上，1秒拥有大神的连招操作。哦，差点忘了，在鼓励的官网有一个手柄学习文件的编辑器，你可以直接对连招按键的顺序进行全新的编程，然后导出 APG 文件，直接覆盖手柄里的学习文件，就能获得精心调教的大招释放。我对回报率还有分辨率进行了测试。对于手柄内置的闪联2代蓝牙与 PC 蓝牙直连，会比普通蓝牙的100-200赫兹要快很多，实测都在650赫兹以上。对于 TT 的蓝牙，也就是闪联2的接收器，官宣是730赫兹，实测都能超过这个数值。这个闪联2代蓝牙适配器和手柄里的蓝牙模块一样，都是内置了闪联2代蓝牙技术的。使用这个蓝牙适配器是给手柄数据传输提供了一个独立的通道，增加连接速度和稳定性。闪联2代蓝牙适配器还支持其他御三家手柄在多平台上使用的兼容适配，所以它并不只是 TT 手柄的专用接收器。对于 USB 有线连接，官宣是1000赫兹，实测在930赫兹左右。这个其实不是手柄的问题，而是我的显示器用了 C 口连接， USB 总线是特别的繁忙。如果非要追求1000赫兹，建议把显示器连接到 DP 或者 HDMI 接口。在摇杆的分辨率测试里，左摇杆外轴2次的最高平均分辨率达到了1170和1260，最小的步长是16。左摇杆 X 轴2次平均分辨率达到了1130和1260，最小步长也是16。这个分辨率其实是一个完全够用的性能参数。关于按键还有摇杆的输入延迟，在游戏手柄延迟测试数据库这个网站获得了官方认证的测试。我们用蓝牙连接方式的延迟排名 ，TT Pro 还有 TT Max， 它们的排序都比较靠前，而且测试的数据也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看一下更详细的数据。如果你的 TT Max 或者 TT Pro 没电了，手柄的震动马达会被禁用，而且正面的鼓励 logo 会闪烁提示。连接充电器以后，激活的是5伏 0.5 安进行充电。这是充电的统计结果。刚开始充电我没有关机，是保持开机的状态充电的。充电的功率是 2.9 瓦。在17分钟以后，它自动关机了，功率降到 2.5 瓦。2.5 瓦的功率一直维持到1小时26分钟，然后开始逐渐下降，直到充满。
完全充满用了2小时05分钟，充入的能量值是 4.799 瓦时，也就是 4.8 瓦时。手柄的电池是 3.7 伏950毫安时的容量，相当于 3.515 瓦时。充进去的能量值按 80% 的转换效率来计算，实际充入的是 3.839 瓦时，这是超过额定能量值的，也就是说电池的容量并没有虚标。TT Max 主机的重量有 271.5 克， TT Pro 主机的重量有 270.5 克，这1克的差距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更长的摇杆帽。包装盒里面的这根 USB-A 转 C 的线大概长度是160厘米，在 C 头的上面有鼓励的 logo。 对了，摇杆帽上面的银色部分其实是金属套，金属套的直径是10毫米，壁厚是 0.47 毫米，算是足够厚的材料，不是那种一捏就瘪的装饰品。4个备件的金属拨杆总共有 14.6 克的重量，是铁磁材料，但吸力不是很强，猜测是含铁的合金。从这里的细节可以判断它是压铸成型的。拨杆的厚度是 1.4 毫米，这个厚度对于按键来说是非常厚的，相当牢固。ABXY 的替换键帽外观上看还是挺精致的，凑近一点看是多种材料多次压铸成型的。要拆开 TT Max 或者 TT Pro 是很容易的，背后只有4颗固定螺丝，4个螺丝孔都有硅胶的防尘塞。4颗螺丝是相同的尺寸，拆装不用考虑安装位置。外壳的卡扣在这2个位置，如果可以先解开这2个卡扣，可以避免损伤外观。对于喜欢 DIY 的小伙伴来说，这个手柄是很友好的，因为背盖和主板之间的连接没有使用任何一颗导线。4个备件的按钮通过一个小 PCB 与主板传递信号。这个机械结构是扳机的点动和线性切换的拨杆。扳机键的限位装置是一个硅胶的缓冲垫，能提供一个柔和的触底缓冲，左右两边都有一个。所以扳机切换到线性模式以后，按压到底是完全没有声音的，而且手感柔软。直到拆开，我才发现原来机身背后的这个小孔是有作用的。从里面看，这个小孔对应的是这个位置，而且金属板还给它让出了空间。在主板上对应的是这个按钮，虽然什么都没有标注，但是猜测是系统复位的按钮。这个金属片的厚度有 0.3 毫米，它是给备件做位置固定还有弹性支撑的装置。备件的按钮焊在这个小 PCB 的上面，通过背面的3个触点和主板连接。这是备件在里面的运动方式。这个黑色的部分是柔性材料。备件的拨杆，它的固定方式让我万万没有想到，是把这个柔性材料当做了弹簧使用。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这个是点动切换拨杆的定位弹簧压板，在拨杆上面有凹槽，配合压板上的凸起来实现定位。弹簧压板的厚度是 0.3 毫米，能够提供足够的力度。
这个就是点动切换的那个拨杆。这个就是给扳机键提供静音缓冲的硅胶垫。在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在电池的背后有一块柔性的胶垫来保护电池。背面的外壳拆空以后，剩下的部分重量还有39克。从截面看，整体的壁厚是比较厚的。在电池的部位，壁厚有2毫米，这个厚度足够保护电芯免受撞击。在主板上的这2个位置各有3个触点，是用来连接备件的按钮的。这是一种很薄的贴片触点。现在手柄的供电是正常的状态。我们拆下振动马达，从外观上面看，它与转子马达不太一样。它的振动方式是沿着轴向往复运动。马达上有鼓励的 logo， 四边有4个卡扣。拆开以后，里面是这个样子。从这个角度能够清晰地看到轴向振动的运行方式。里面的振动部分是一个磁铁，外壳我猜测是线圈，因为这里有电线连接。把金属外壳拿下来以后，就能看到线圈了。从磁力线的分布看，磁铁的磁化方向应该是轴向磁化。这个外壳是铁的，能够汇聚磁力线。不得不说，这个磁悬浮马达它的设计还是挺有创意的。我在鼓励的官网上看到，它宣称零功耗待机，充满电放1年还能继续用。那我得看看它的待机电流有多大。先把电源正极剪断，然后串联一个电流表，可以看到重新上电，它的待机电流是 1.7 微安。开机，静态的工作电流大概是60多毫安。再次关机，可以看到待机电流还是 1.7 微安。它的电芯标签显示电池的容量是950毫安时。这颗电池充满电以后，以 1.7 微安的电流放电，也就是用待机电流放电，需要 63.79 年才能够彻底放空，所以它待机1年完全是可以的。这个是扳机的点动切换机构，现在是线性模式，把它移过来就是点动模式。它按压的是下面这个微动开关，螺丝下面还有一个压紧弹簧。这个点动开关是通过一个杠杆去按压的。扳机上面的磁铁在这个位置，霍尔元件在这里。上板和下板之间通过了一根排线连接。这个就是扳机件的总成结构。扳机件的物理行程大概是7毫米。这2个微动开关就是点动模式的按钮，是一个很薄的贴片微动开关。下板的另外一面有一些芯片，这颗芯片它的丝印被磨掉了，但是猜测应该是无线连接的芯片，因为旁边有它的天线。然后这颗芯片上面有鼓励的商标，不知道芯片的功能。这颗大芯片同样也是有鼓励的商标，型号是 GP3F128， 猜测是主控 MCU。
这颗小芯片看不清丝印，猜测是一个运放。最后最右边的这个芯片有鼓励的商标，同样也无法查询资料。据我了解，这些有鼓励 logo 的芯片是鼓励自己研发的，并且对蓝牙底层的协议优化了程序代码。我想这就是闪联2代无线连接延迟比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是摇杆调节力矩的那个螺丝，在摇杆的内部下压这个顶杆会增加力矩。在摇杆的外壳上有发现鼓励的商标，这个是 AB 按键的按钮总成，总成上面有鼓励的商标。它自带回弹装置，触点是导电胶，按钮的行程大概是1毫米。按键的声音是清脆当中带有一点柔和。电池有一个塑料的托盘来装载，这给自己动手更换电芯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两边的 L 和 R 键是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的。这一层 PCB 上面没有太多的电子元件，主要是接口还有按钮的触点。在摇杆的周围有一圈彩色的 LED 灯珠，每个摇杆有8颗。前面这些按钮在里面全部都是导电胶的结构。看，这是10字键的导电胶按钮，这些是其他的功能按钮。背面是这样的。10字键的物理行程大概有2毫米。10字键的按键音听起来还是挺柔和的。这是 L 和 R 键的键帽，里面有缓冲胶垫。L 和 R 键它的物理行程大概是1到2毫米。这是10字键的按压杠杆。这个按钮是 L 和 R 键的按压按钮。这些是其他功能按钮的键帽，从细节上看还是挺精致的。它们的按键音也是那种导电胶的柔和感。L 和 R 键的支撑轴是金属的，在我看来它几乎是不会坏的。这是2组指示灯的导光柱，这是正面鼓励 logo 的柔光罩，它其实也是一个指示灯。拆空以后，正面的外壳重量有 48.9 克。从外壳的内部结构看，它的模具是比较复杂的，造价不低。前面盖的壁厚有 2.7 毫米，是有足够机械强度的。好了，这就是鼓励 TT Max 的全部拆解。我来拆解，你来评价。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